川普最喜欢跟大家炫耀的，我们已经掌握了制空权，他们的飞机都被我们打下来了。但是事实上，你发现搞了个半天，其实川普现阶段美国如果真的在发动下半场的战争的话，他究竟是不是真的还能够掌握制空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为什么 MQ9 的伤亡这么大？因为 MQ9 它是一个低速的，又缺乏电子自卫能力的。所以你要把 MQ9 打下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刚特别提到的美伊战事哦，现在呢，我们看起来虽然说双方还在谈判当中，但是战火不但没有降温，而且可以看得出来是在全面的升级的。战场局势朝着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方向持续的做发展。先来看到一些战火的全面升级，包括了在过去24小时内，伊朗呢，它是以它的法塔赫飞弹攻击科威特的一处美军基地，一共是造成了5名的美军跟外包商不幸的因此受伤。再来看到的是伊朗的飞弹被美方拦截下来，原本对美国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没有想到这飞弹被拦截下来之后坠落，残骸坠落，没有想到是直接砸毁了2架 MQ9 死神无人机。要知道，这 MQ9 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可是非常高的，这一架要价高达了9.4亿元新台币，2架掉下来直逼20亿元新台币，遭到损失哦。另外就是美军有一架它的 F-15E 的打击鹰战机。日前呢，是在伊朗的西南部也遭到击落了。知情人士特别透露说，伊朗方面靠的就是中国制的肩射飞弹。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的是，伊朗恐怕还持续获得来自于北京的雷达支援，这也是同样来自于美国媒体所做的报道。再来，我们看到 F-35逆踪战机了，是伊朗近日还向入侵空域的 F-35逆踪战机做开火，对方是紧急的这个撤离现场。这个是在美军还有这个伊朗全面战火升级的部分，我们要赶快来看到这个。除了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些项目之外，还有今天早上收到的最新消息是，美军一架 MQ-1无人机日前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时候，遭到伊朗的军方同样是被击落了，让美国的这个空优制空权的神话可以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来看到美军的战损，刚刚来看到的，从这个史诗级怒火行动展开以来，来自于美国国会研究处最新分析指出，目前光是军机的战损，包括遭到击落跟坠毁、受伤的部分，一共是42架，当中最多的就是我刚刚特别提到的24架的 MQ9 死神无人机都受损，其他受损的还包括了 F-15E、KC-135空中加油机、F-35A 逆踪战机，全体的战损现在逼近了1兆元新台币，但是这一些金额还不包括了美军的这个基地受损的部分，数字都还没有加上去。华盛顿邮报特别做了一个分析哦，这一次从卫星影像来做对比的话，发现伊朗它对于中东地区一共是打击了15座的美军基地，造成了228处的军事设施跟这个装备都因此受损。人员的损伤部分，美军表示从4月底。截至4月底，伊朗攻击是已经造成了7名的美军军官死亡，超过400人还因此受伤，当中12人伤势是最严重的。同一个时间，我们来看到的是伊朗再祭出它的新武器，特别要来关心到的是这一款攻击快艇。这个叫做27日拉杰普，这个是伊朗自制的快艇，最高时速高达了185公里，可以携带2枚射程700公里的巡航导弹，具备远程打击能力，也可以透过蜂群战术来围攻大型的军舰。伊朗说了，已经全面的掌控荷姆兹海峡，任何军舰敢开进来必定会来做反击。CNN 更是爆料说，这个伊朗已经完全的抢修了它的地下飞弹基地，当中包括90%的地下飞弹跟它的发射系统都被成功的保存了下来。等于美军的制空神话被打败了吗？ F-15遭到大陆甚至只是这种肩射的飞弹给击落， MQ9 一直被击落，总共现在说了达到20几架。美军制空神话在中东失效吗？委员怎么看？对，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国会研究处所公布的这个战损报告哦，当时是42架，可是事实上在这个战损报告公布之后，那么我相信美国的空军还是有陆续的战损哦，譬如说这个在波斯湾上空失去踪迹的那架 KC-135，应该当时就没有算在这个战损报告里头。那更不要讲在最近这段期间，还有陆续的一些伤亡啊，像 MQ9、MQ1 哦。
那么也就是说，事实上，在美国发动这一次的对伊朗战争里头，其实美国光是空军的这个战损的程度，绝对远远超过42架。那你更不要讲说，他对于人员伤亡的这个所发布的这些讯息哦，也引起了美国媒体高度的怀疑。所以为什么《华盛顿邮报》会去做比对？因为在战争发动的那段期间，美国跟以色列几乎是整个 block 封锁掉了在整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卫星空照图哦，就让你完全几乎没有办法找到比对的机会。那华盛顿邮报当时的那篇报道是他透过了各种管道找到了这个民间的所谓的这个卫星空拍图，然后他进行比对，发现说美军在中东的15处基地，总共有228个设施跟据点都被击中，而且打得很准哦。所以其实华盛顿邮报做那篇报道，它最主要的关键问题是，它质疑美军真的伤亡就这么一点点嘛？就如果今天打得这么准哦，那么到底怎么可能说美军的伤亡才像是美国国防部所公布出来的数据呢？那我们看到了这些空军的战损，其实反映了一个现实哦，就是川普最喜欢这个跟大家炫耀的，就是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制空权，他们的飞机都被我们打下来了哦。然后呢，但事实上你发现搞了个半天，其实川普现阶段美国如果真的在发动下半场的战争的话，他究竟是不是真的还能够掌握制空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为什么 MQ9 的伤亡这么大？因为 MQ9 它是一个低速的，它当然是无人啦，所以被打下来，其实除了这个耗费这个资金、原物料以外，人命是没有受到损失啊。但是问题是 MQ9 它是低速又缺乏电子自卫能力的。所以你要把 MQ9 打下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哦，再加上说这个伊朗又不是吃素，它不是省油的灯，它长期以来就有它立体的这个全面的防空系统啊。那么你看到的像 F-15E， 那更好笑了 ，F-15E 战损最严重的那3架是被美国科威特自己的友军误击的，就是当时的大黄蜂一口气打了3架在那个时间点，大家会说为什么大黄蜂会误击？因为刚好那个时间点是伊朗针对整个中东发动这个高密度的饱和式的攻击，所以那个时候空中有太多的这个萤幕的据点哦。那这些相关的这些亮点很难做短时间内立刻做判读哦。所以后来科威特的这架 F-18就一下就把美国3架这个 F-15E 打下来了。那我们最近在讲的这架 F-15E 是被监视飞弹打的。那监视飞弹代表什么呢？它是在什么地方被打下来的？它是在山区被打下来的。这代表一件事情哦，就美国不管是怎么嚣张的宣称说它掌握制空权，可是当你进入了伊朗复杂的山区地形的时候，因为山区地形太复杂，所以会有雷达的盲区，这些盲区就极有可能用单兵的这个监射武器就把它打下来了。所以事实上，以伊朗现在几乎是这个高原遍布的状况，美军现在的他的战机在这个伊朗的境内飞行，真的能够这个好整以暇，认为完全没有威胁吗？那你还不要讲说现在外传中国大陆提供了 YLC-8B 的主动电子扫描阵列的雷达给了伊朗。如果伊朗有这样的雷达，这个雷达专门就是反逆中雷达。如果今天伊朗掌握了这个雷达，美国接下来的 F-35还敢飞过来吗？那你最后我们再强调的是，大家还不要讲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还是这个有作战体系的哦，它的加油机呢，它的运输机损失了多少？它的加油机在这场战争当中已经损失了好几架了 KC-135。我刚才讲到的在波斯湾上空的那架，到现在啊。我刚才还问了一下小健，讲说，我是不是漏掉了什么新闻呢？怎么美国到现在都没有讲一下那个 KC-135去哪了？就到现在完全这架飞机就消失了。他如果不是被外星人抓走的话，那要么就是自己这个失误，这个坠毁了，要么就是又被伊朗打下来了。但是不管是什么，美国到现在为止完全没有讲这架 KC-135去哪了。这的确代表了什么？就代表了有难言之隐啊，连空中加油机都有问题了。那美国接下来呢？中东的空军基地被炸的这个满目疮痍，你空中加油机也一直在出纰漏，甚至也不见得敢飞过来。那么到时候你如何继续维持你长途奔袭的空战的实力呢？是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这场战争打到现在，也可以看到美军现在在中东哦，尤其是川普最自豪的这个空中的制霸权，可以说逐渐的在失效，而且出了非常大的问题。同时间呢，伊朗我们看到刚刚特别介绍了，他寄出了这款新的武器哦，是他的27日拉杰普这个攻击快艇，战力的部分说可以达到185公里的一个快艇，搭配700公里巡弋飞弹，能够形成一个波斯湾的拒止网吗？那舰长怎么看？
其实对于空中来讲水面的舰艇跑再快其实都像我们在看蚂蚁在跑一样。蚂蚁即使是得了奥林匹克奖，对我们来讲也就是往前一点而已。所以其实对于水面上的舰艇讲求速度这个其实是没有必要的。那例如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27日拉杰卜，它的速度我们刚刚提到是每小时185公里。可是如果我们来比对一下这个阿帕奇直升机，它的巡航速度就已经到了每小时265公里了。那所以我们就讲说，这个速度来讲其实没有必要是。那至于说真正对于美军造成压力的是它这一种所谓的蚊子舰队的这种打法。那它这种打法呢，它其实是需要目标获得、目标指定的，也就是它其实必须要有空中的直升机，然后透过水面上的舰艇。不过，我们从2月28号开战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看到水雷的部分嘛。但是今天出现了。如果按照今天最新的新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靠近那个阿曼这边的这个穆桑达姆半岛这个位置点，已经看到了这个水雷的布放而且这个水雷布放的时间感觉呢，其实并不久，因为如果久的话，它的上层跟下层会有不同的颜色，因为会有这个我们讲到青苔的附着，或者是我们在讲水中生物藤壶海蛎子这种布设那个它会生长在上面。那如果是这样看的话，它其实最完整的是这一个部分了。那它其实是已经修改过了，它不是像我们之前讲到单纯只是上面有一个玻璃管碰撞，然后它就会海水形成通路，而它已经有很初步的这一个声学跟磁性的这一个感应的能力。那这个感应的能力呢，那它是否可以鉴别出舰艇，我们不知道。那但是呢，我们已经看到现在对于霍姆兹海峡的部分，大家已经产生了寒蝉效应。为什么？因为如果按照今天中午我们1点钟所截下来的这一个霍姆兹海峡的一个船舶来去的状况之外，全部是清空的。那这个跟我们之前所获得，现在这一个川普几乎等于是无条件的开放霍姆兹海峡是完全不同的。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水雷出现了。那水雷出现了，绝对不会只有单一一枚。那这个其实是现在最大的一个压力，那会使得没有船舶敢真正的穿越这霍姆兹海峡。好，所以注意了，这个水雷是首度的出现，这是最新进度。那荷姆兹海峡现在等于是掌控在伊朗的手中。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了美军的战损的部分嘛，42架战机算是近期最高的一个数字，还有15座的美军基地遭到遇袭，连 F-35都落荒而逃。怎么看这个美军神话？那杨老师怎么看？美军经常就是认为中国解放军没有打过仗。在中越边境战争之后，到现在为止，大概有数十年了吧，那美国呢，过去经常打仗，尤其是在中东地区，从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中间还不谈，也许包含利比亚，到就是这一次的伊朗战争。但是结果你看看美国这个仗打得怎么样？那如果是身经百战，你打伊朗，为什么会？不到40天，几乎是一天掉一架飞机，绝大部分是被空中打下来，很少部分是停在飞机坪上受到波及的。那你看到它的这些飞弹使用的情况，那比相对于伊朗所使用的那种不对称，不管是在价格上、技术上，所以美军真的会打仗吗？美国在全球有750个基地，在中东地区其实超过50-60个基地，大型的有15到20个，每一个几乎都遇袭。那到现在还没办法修复，为什么？因为荷姆兹海峡还不能通，它现在还不能运这些维修的这个装备前往海湾地区进行基地的修复，空军基地、海军基地都是如此。所以美军的军事霸权神话现在受到很大的动摇。也就是说，你花最多的钱，9000亿美元，排名第2是中国大陆3000亿美元，而9000亿是在你的
GDP 的4.3%，而你现在今年可能会加到1.5兆。可是你看到你所有的这些船舰、飞机都已经开始老旧，你所有的战略战术都没有办法去针对就实际的这个个案做最有效的这个布局。你的领导以及你整个这个执行受了太多因素的影响。那因此从政治、战略、战术、战场到装备、到武器、到人员，每一个环节都在这一次美国打伊朗的战争当中呢，问题多多，每个环节都浮现。那结果到了香格里拉对话来的话呢，没有一个国家在谈伊朗战争，影响亚洲安全或者是全世界安全的，没有现在正在发生的伊朗战争。你看这个香格里拉会议多虚假，干脆不要举办了，干脆不要举办了。到这边来，西方的媒体只是去哄抬说日本、菲律宾指控中国的威胁，那所有连越南、东协国家都说，跟中国改善关系和南海争端的和平解决是两回事，可以同时并行。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已经转变，为什么？他看到美国的军事霸权在这一次的战争当中整个被击败，而后续他在后续的这个出兵上面也碰到问题。所以我是觉得现在美国这个谈判被伊朗看穿了，因为他不敢再真的打了，每天再掉一架飞机吗？那还受得了？所以呢，川普你赶快签了和平协议吧。好，谢谢杨老师。先来看到有关于美军战力的部分，在这一场美伊战事打到现在，美军的战斧飞弹已经发射了超过1000枚了，这是最新的一个数字统计。那么萨德系统现在也消耗了大约最多呢，甚至达到了80%。爱国者飞弹的库存现在也已经这个过半见底了，美军真的还撑得住吗？第二件事情是，没有想到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在此刻又再出来喊话了，怒呛说浓缩铀我们绝对不会送出去外面。同时呢，他也特别提到了这个伊朗的战力的部分，现在无人机他说6个月内已经快速的回血了，飞弹库存还有70%，地下的飞弹基地还有90%都已经正式的重启。难道伊朗在为下一轮的反攻全面备战吗？最后一件事情，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美国现在喊说对台军售的部分140亿美元确定要暂停。另外一方面就是它的联合空对地的飞弹库存剩不到20%，还有42架军机是战损的，损失金额高达290亿美元。所以川普现在说他要谈判，是要止战，还是为美国内部来做止血？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来一起做关心。我们先来看到的是伊朗的最高领袖这来自于路透社的最新爆料，穆吉塔巴下令说浓缩铀绝对不得运出国境。大家就在看说，穆吉塔巴你的底气到底来自于哪里呢？那么西方媒体特别做了一个披露，整理的是 CNN 跟纽约时报2个媒体特别一起整理起来的这个数据显示，伊朗的军工体系因为正在快速的恢复，给了穆吉塔巴更多的底气，包括在无人机的产能上，最快6个月内就会完全可以恢复。再来就是飞弹的库存仍保有70%战力，机动的发射车现在有70%正在正常的运作当中。再接下来包括了地下的飞弹基地，还有90%恢复运转当中。也代表了一件事情，就是美国过去说要瘫痪伊朗，现在看起来根本就没有做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来自于美国情报圈现在更担心的是，伊朗接下来会做的事情就是透过无人机海的战术，恐怕是接下来他会打的这个战术。那么一旦战事再起，以色列跟波湾都在伊朗的打击范围之内。另外，华府还有担心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来自于里海这一条线，有了来自于俄罗斯的各种武器上面的资源协助，包括俄罗斯现在正在透过里海这边持续向伊朗输送的物资，有无人机的零件、飞弹相关的材料，还有谷物、民生物资等等。而且这些里海是美国进不去的，原因是因为根据2018年的里海法律地位公约，美国的军舰是不能进入到里海的。所以华府智库这样说，他说里海对于美国来说几乎就像是不存在的黑洞。节目一开始特别要请教苑老师了。我们先来看到穆吉塔巴下令的这个浓缩铀，他说绝对不会送到国外去。那么伊朗是真的有足够的底气去喊这样子的一个话吗？再来就是里海的生命线对于伊朗的军事能力有多大的提升？苑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这里头的话呢，穆杰塔巴这个感觉上呢，就是从这句话里面已经知道他的确是一个强硬派，啊，因为说呢，伊朗的浓缩铀绝对不往外送的时候呢，原来最早先是伊朗可以谈的。是在谈的。原来他们所有的这个谈判的协议当中的话呢，就有。那么最不能够接受，完全不能够接受任何的浓缩铀没有送出去的话呢，不是美国，是以色列啊，以色列会面对直接的威胁。那么现在的话呢，我觉得呢，你刚刚问到我说伊朗有没有这个底气的话呢，我觉得呢，伊朗有2方面的底气。但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底气是第3方面，前面2方面的话呢，伊朗自己的飞弹也好，无人机剩60%，那飞弹的话呢，除了制造能力的话呢，还有70%，另外飞弹发射器的话呢，据说呢也有65%，那再加上他们地面上的话，地底下的制造武器的这个能力的话呢，没有受到美国狂轰乱炸的减损，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第2个的话呢，伊朗呢面对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当中呢，会底下有这个袖珍潜艇，然后上面的话呢，影响到这个世界的经济，也构成了一个谈判的王牌。那么这个的话呢也是非常重要，也导致说它的这个浓缩铀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嘛，伊朗本身要生存，经过这一次的攻击以后呢，确实是把美国看穿了。然后这个第3个部分的话呢，就是里海，大家要知道，伊朗长期来受到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军火上的提供其实原则上来讲还不是中国了受到俄罗斯的资源比较多。那地图一打开看呢，里海跟那个伊朗之间是有直接通行的这个感觉上也比较接近。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伊朗来讲的话呢，这个情况如果武器源源不绝的话呢，这个最重要的，我觉得不管怎么讲，伊朗跟我们一样都是看穿了美国不敢打地面战以色列倒是很带种。纳坦雅胡讲说，我们就要干就要干。那问题是说，以色列讲说，如果我们单独干的话呢，没什么胜算；把美国拉下来的话呢，如果美国全国人都不活了，一起干的话呢，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但是以色列的话呢，能不能够控制美国，就看以色列的这个 lobby 的力量就是以 AIPAC 的他们在这个美国的游说的力量，看能不能够让这个川普回心改意因为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至少我们知道，伊朗目前已经看穿了美国。好，一方面美国也是迫于现实，不管是在军事上面的压力，或者是在成本上面非常的烧钱打这一场仗。那另外一方面，刚刚说了，这个穆吉塔巴现在又喊话，说他还会再继续打下去，可能会再做报复。再来就看到伊朗的战力正在快速的恢复当中，真的有可能打这一场持久战吗？那厉将军又怎么评估？我们经常讲打仗打后勤内行的人是看后勤。后勤有哪几样呢？第一个补给，第2保修，第3卫生，第4运输那大概有这4大个项目。那我们从这4大项目来看看，这个停战开始4月初停战到现在这2个月，伊朗做了什么事情？第一个我们看补给伊朗第一个补给就是你东西没有的话，你怎么样这个运来？那我们第一个看到伊朗在这场战争里面，它的战力保存做得很好。所以它很多的这种，包括它的导弹，包括它这个导弹的发射架甚至于无人机，我们都知道它储存在它的洞窟里面。那美军对它轰炸大概只是炸到洞口而已，对里面的设施影响都不大。所以第一个在这个方面来讲，它自己本身因为在这个1个月的战争期间，它原来战力保存得很好，所以损失的不大。第2个，我认为说是就我们刚刚讲的，包括到俄罗斯可以透过里海。对它利用这条运输的路线，持续对它提供这个军需的资源，当然包括到粮食的资源因为补给里面就包括粮食，我想说包括粮食，包括那油料是它自己本身都有的了那弹药来讲的话，是不是俄罗斯从这个运用里海可以提供给他？那中国在这方面到底有没有帮忙？我们现在不敢讲，中国是否认的。可是你知道，有些东西是军民两用的物件，比如说制造无人机所需要的晶片，或者导弹所需要的这种零部件是军民两用的。那在这方面伊朗有没有可能借着民用的名义进口，然后将自己改装成军用？那第2个，我们讲说保修这个战时的时候一定会遇到战损，就是武器装备可能会被炸坏或损坏。你除非说是100%被这个毁坏了，不然的话，我们通常都要讲究维修的能力。如果说你就像是一辆战车，如果说你有维修能力的话，它可能损失了20%，你很快维修完，它就是一辆可以这个作战的工具。但是如果你没有维修能力，就算是战损，只是掉一个轮胎，你这个武器你就不能使用。但我相信伊朗自己本身来讲的话，
它因为长期被美国制裁跟封锁，所以它自己有自己的军工体系。我们看到，包括到无人机，包括到这些导弹，甚至于飞弹发射架甚至于无人机的发射架，几乎都是它自己生产的。所以他自己有能力生产，他当然有这个人才可以做维修，所以他将他战损的东西利用这2个月做好维修那之所以说医疗方面，我觉得伊朗这个国家这个平常讲，他跟美国比较起来，美国比较怕死，他打这场仗还真的不怕死。我们看到他后续所谓组织了这个上百万人的这个保护他们自己基础设施的这些人力来讲的话，可见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的精神战力是远胜于美国的。所以基于以上几点，我认为这个停战的这2个月，这个伊朗是不断的利用这2个月时间这个他不断的不管是维修他自己的装备或者是生产他自己装备，我觉得他现在又达到一定水准。可是反观美国这2个月，我觉得可能川普在忙于其他事情，那美军的弹药不是这么快就能够生产得出来，他们都属于高价值的这种高性能的武器，那绝对不是短时间能够做得出来。所以在这个后勤方面，我觉得伊朗远胜于美国。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纳坦雅胡现在非常担心怕美国抽腿不再打这场战美国也有可能极可能抽腿，因为他后续发现他的后勤能力比不过伊朗。好，刚刚将军也特别帮我们提到说，确实现在美国的这些高价值的武器因为被快速的摧毁当中，对于美国来说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我们也来看到到底有哪一些高价值的武器，这当中包含的就是这一些美军的弹药消耗的状况，实在是非常的惊人。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字，战斧飞弹发射了超过了1000枚那么萨德消耗了大约50%到80%，爱国者飞弹消耗了过半。那么其他像是隐形长程巡弋飞弹库存剩不到20%，连本来要军售给台湾的140亿美元的军售，现在也确定了，因为中东战事的关系太需要这些武器了，所以呢，对于台湾的军售的部分是暂时搁置、暂时停止的。那么我们来看到花了多少的钱，因为这一次从这个美伊战争打到现在，一共呢根据统计，42架军机受损跟击毁，所以烧掉的成本是高达了290亿美元。注意了，这个数字还不包含其他项目，像是中东基地有损害部队要重新部署，还有后续飞弹的补充跟军备的支出，这一些项目都是非常烧钱的。也难怪现在川普不想打了吗？那张将军怎么解读？美国这个弹药库存急剧降低，有3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我们要看乌克兰战争打了第5年了，很多的这些西方国家，尤其是北大西洋工业组织，比如说德国。还有波兰等等这些国家，都把武器调拨去支援乌克兰。那这样他们要去补充他们的库存不足，都向美国买。所以美国已经大量给他们这些我们所说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些国家，美国已经有大量的已经绷谷在那边，美国的库存当然就会降低啊。这个其实这是乌克兰战争啊。那第二个，我们知道以色列在这个巴勒斯坦加萨走廊这一带跟哈马斯的冲突。还有黎巴嫩黎南地区这个冲突，以色列向美国买了各式的弹药15000个单位，他要补充那美国也给，那美国这样库存就不够多啦。同样的，在这个伊朗的4天战争，美国大量消耗，那一大量消耗，真的库存就要见底了，因为你们这个乌克兰战争在用，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巴勒斯坦冲突在用，那现在他又在这个从2月28号打到4月初，总共40天，你这样子，美国弹药库存真的就见底，而且都蛮贵的嘞。你看那个萨德系统爱国者的飞弹一枚就是300多万美金，换成台币就是1亿啦，很好记，都是价值不菲耶。所以美国要去想到还有2个这个重要因素，第一个，这个伊朗1半以上是山脉，然后另外40%呢是高原地带。真正的平原跟那个河谷可以适合耕种的10%，所以这上面它挖山洞，结果你那个精准弹要打山洞，里面你打的是掩体，里面的武器装备好的，所以伊朗它有战力啊，你打的是掩体而已，为什么你那个在那个洞窟里你怎么炸里面？没有办法，所以这个伊朗的这个地形战略它是有战略优势，而且它又大，超过164万平方公里，它又大，所以它优势在这个地方。再来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大陆对美国有做稀土的限制，
现在都是精准弹药，精准弹药用稀土越多，那你这样的稀土现在不够了，不够我怎么样能够做？我有这方面的这个设备、人才、厂房都有，但是原料不够，稀土这方面的原料不足。那我所能够做的精准弹药，现在打仗都用精准弹药了，不是像以前的自主火力把这轰来轰去，随便轰，不是随便轰。现在精准弹药还有导引，这些导引的系统，你这个定位的系统都有稀土的成分在里面，或多或少。那你现在稀土的所获的来源都被中国大陆给限制住了，而且中国大陆是对美国最大的稀土供应国，你一限制，那美国的整个产能受挫，那现在就是急剧的消耗，所以就变成了供不应求。所以美国造成这个状况，所以他现在要不要再去打第二波的战争，他就在筹措了。会不会跟第一波一样，也没办法让伊朗屈服？刚才厉将军讲到了，美国不要地面战会造成大量的牺牲，那这样伊朗底气就够了。你不怕，你不愿意打地面战，那我就跟你打地面战，你要不要来？所以美国是有所忌惮的，不光是地面战不打，而且最重要的武器弹药的大量库存已经消耗了很多。因为荷姆兹海峡上面的擦枪走火，有没有可能再把这个美伊之间的战争再拉回到准战争的状态呢？怎么回事？美军有3艘的驱逐舰呢，是在穿越荷姆兹海峡的时候说遭到了伊朗的飞弹、无人机还有快艇3线齐发对他们做打击哦。那随后呢，美军也是反击轰炸伊朗的港口。指控呢，伊朗是无端哦，为什么要来发动攻击呢？我们不是签了这个停战协议吗？我们这个事情来继续展开，跟大家说这个冲突的情况跟一些时间节点哦。好，大概是这样的，先是伊朗说美国先违反了停火协议，他们打击了伊朗的2艘油轮，那之后呢，又陆续对这些地方的沿岸做空袭，然后伊朗说在这些防御的行动中，他们也击落了对方的2架敌机，然后伊朗随着就会用一些导弹啊、无人机啊打击到我们上面说的这3艘美国的驱逐舰，并表示呢是有造成舰艇的损伤的哦，是有成功的哦。那美军随后又说没有，我们没有这个舰艇损伤，然后我们还成功反击到伊朗的飞弹跟无人机的发射中心，并且对这些地区的海军检查站遭到了美军的重创。反正就是一句话。两边各说各话，都说自己打到了对方，都说自己是这个正义的一方哦。那我们就持续看到了，明明是有冲突的情况，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对于这次的事件呢，他却只是轻描淡写的带过，认为这只是就是调情式的小打小闹。我不懂川普式的调情是什么意思，但他强调目前伊朗的跟美国的停火协议呢仍然是奏效的。所以我首先想请问一下我们侯议员哦，美伊这次互相攻击，但是在川普总统的口里似乎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发现呢，他已经进入到一个报喜不报忧的状态，都是为了之后川习会要登场之前，现在的国际消息只能说好不能说坏，有没有这样的状况？当然啊，目前呢是一个罗生门的有限冲突。你看，这伊朗宣称是重大的损失啊，对吧？他动用了导弹啊、无人机重创了美国，让美国滚蛋。但是美军却坚称是零伤害啊，表示什么伤害都没有啊。但是其他有一些第三方的印证了，比如说美军确实有去空袭了格什姆港啊、阿巴斯港等目标，伊朗呢也击落了敌对飞行器。那在彼此交火之后呢，大概就恢复正常。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在政治上、宣传上高调交锋、低度损伤的这个表演式冲突啦，就实际上的损伤其实都蛮有限的。所以双方都展示了肌肉，但也都极力克制规模，避免滑向全面战争。所以呢，真实的战果是啥呢？就政治上互不相让啊，但军事上互有攻防，但最后谁也没有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其实都还只是在一个过场的状态。所以川普为什么要把这一些交火当成是小打小闹，而且他要讲停火是很有效的啊？因为他压力山大。第一个就是国内的政治山，你看。伊朗的战争已经让他的支持度跌到最低的状态，而且高通膨、民怨又上升。第二个呢，就是经济压力山大，因为毕竟霍姆兹海峡就导致全球的油价跟通货膨胀上升，也导致国内的经济压力问题大。第三呢，外交也是问题大啊。美伊目前正接近一份可能要面临到停火的这种一页的备忘录，对不对？但是到底有或没有不知道啊，可能到时候川习会，然后还要请中国大陆来帮忙。对，所以现在来说，这些的这种巨大的冲突都是要尽量避免的，都是目前是处于一种很脆弱的休战契约，就未来如果有，那也是非常脆弱。所以目前
最大的美国事情就是川习会。那在川习会，更正，习川会，好不好？习川会之前这个停战的迫切性就非常重要，它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因为习川会的时间已经定了，那如果在那之前打得越烂或者越难看，或者美国又被卷下去，哇，那到时候你总不能再延期啊，或者到时候那很显然的中方一定会对美方的各种要求或帮忙狮子大开口，对吧？你美国自身难保，你求我中国大陆帮忙，对不对？如果美国越早把事情搞定，中国大陆能帮的不多啊，那中国大陆能要的这个回报当然也不多。是，所以川普就现在就是在跟时间赛跑，怎么样能够在习川会之前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定？但最后啊，就是导弹与推特齐飞，战火共口水一色，都在打嘴炮了。了解。好，这个5月中旬要上场2位元首的会面呢，真的是大家要持续关注。到时候我们节目也会帮大家带来最严谨、最完整的这个剖析。但我们先回到中东这边，要看另一个关键指标，就是要观察以色列。因为正当川普他不断释放说我们跟伊朗的和平协议进展是一切都很顺利的这个讯号的同时哦，纳坦雅胡这边呢却是持续的在对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等于是往死里打，等于是公然毁约了。前段时间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呢，纳坦雅胡根本就当作没有这回事，而且持续的放狠话说以色列的长臂将触及每一个敌人与凶手，摆明就是不要让美国抽身，不要让中东的局势降温哦，直到以色列的敌人全部死光死绝，他才愿意罢休。那黎巴嫩方面也是指控啊，以色列一直对他们这样狂轰滥炸，已经造成很多无辜老百姓，包括了妇女，包括孩童的死亡，这完全就是把这个风向往战争罪的这个风向在带。所以我想问一下袁老师，纳坦雅胡他现在擅自毁约，感觉一副我想打就打，然后这个猎杀真主党是用既定事实在绑架川普吗？现在中东全局最不老实的，是不是就是纳坦雅胡？啊，对，这个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对纳坦雅胡来讲的话呢，他一方面是不老实，另外的话呢，他基于他自己国家的利益，这个的话呢，他自己很容易原谅自己。但是世界上所有重视妇女儿童生命的人都不会原谅他。对，我这里要强调啊，这里面的话呢，这个重点啊，就是川普现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我们固然是觉得非常好笑，但是实际上对纳坦雅胡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征兆。这个在事前的时候啊，大家都已经知道，美国历代的总统从小布什开始啊，然后到了什么这个克林顿啊，这个包含这个奥巴马啦，或者说是这个布希啊，这个拜登啊什么的。他们都被纳坦雅胡劝告过进军伊朗，但是没有一个人听他的。理由是完全一样，就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那唯一听下纳坦雅胡的话的就是个傻子，啊，就是川普。这个是大家都现在都已经确定的事实。那另外的话呢，他现在中间的过程当中呢，虽然说是停火，但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伊朗有一个坚持的条件，就是这个抵抗之虎，就是以大区域当中所有抵抗以色列的部队，包含了这个你这边讲的真主党啊。或者是这个伊拉克的民兵啦，或者叙利亚的民兵啊，甚至包含了哈马斯啊，或者说是胡塞武装，这些都叫做抵抗之虎。对伊朗来讲，这个都是应该停战的行列当中。那么川普答应了没有用，以色列的话呢，就想尽办法在这个黎巴嫩南部，也就是以色列北部这边大肆屠杀，屠杀的人非常，每一天都有上10个人的生命的这个牺牲，而且的话，到目前为止，整个这一波的攻击120人中包含了妇女跟儿童，这是个非常非常残忍的事情。那么接下来当中的话呢，目前为止的态势，那川普是很想停火啊，所以才讲的什么调情式的小打小闹，就听起来都非常好笑。但是呢，他自己觉得时不我与，他面对他的压力啊，这个我们都已经非常清楚。但是纳坦雅胡一样有压力，就是说，如果说美国撤退了，那整个中东地区就不是只有以色列一个霸主，那就是有2个霸王了。因为伊朗你要把它收拾掉也不容易。那现在的话呢，如果说是美国要打到伊朗大败的时候，那非登陆不可。那美国有这个能力吗？有这个胆量吗？有这个毅力吗？有这个能力吗？都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悬而未决，就是不打不谈不和不战的这种局面下，所以说纳坦雅胡借这个机会加把劲儿，一定要伊朗非常非常仇视的情况下拒绝谈判，提出了非常严格的条件。所以我自己个人会觉得说，如果这场战争不停的话呢，我认为川普急急忙忙跑到北京去，应该也没什么用处。了解。好，更多这个海峡的军事话题，我们接着展开。之前川普是高调推出了所谓的自由计划，说要护航全球的航运啊，我们可以安全顺利的通过这个航道。结果没想到呢，不到36个小时，这件事情就喊停了。虽然说是暂时喊停了，现在被 NBC 爆料说喊停的理由就是因为
沙烏地阿拉伯跟科威特2位盟友呢，他们拒绝来提供美军基地跟空域支援了。说白话就是不想再进一步惹怒伊朗，不想再挨飞弹了。好，伊朗这边有什么蚊子舰队这个东西啊？现在改变了这个海战的规则。什么东西呢？派出了几百甚至几千艘的快速艇哦，搭配无人机、反舰飞弹、海蚀洞的地下基地等等，这样子倾巢而出，打的就不是一个传统海战，而是蜂群消耗战。可以说把不对称战法玩的是淋漓尽致。我想问一下张将军，战术这个军事战术你是专业的，怎么分析伊朗蚊子舰队这一招？还有现在中东盟友他们不愿意再押宝美国这件事情，现在伊朗的战力还是让中东这些石油国这么忌惮？因为这些北大西洋公益组织还有中东这些国家，如果是支持是挺美国的话，就挺以色列。因为真正的是以色列想打，对，美国被以色列拖住了，现在打了，现在其实川普说实在话，他并不太想大打。对，那现在结果前一阵子这40天的伊朗战争一打之后，感觉到没有这个奏效。现在是停战协议还在这个当中，停战当中，只是没有我们讲到永久停战协议还没有嘛。那现在就是我们讲到了这些国家就是不愿意帮助以色列。如果没有以色列，排除以色列，是以美国单独动手，那这样子单纯多了。我们是帮助美国啊，是，我就这样子。但是现在不是，所以这个局势蛮复杂，这个心态非常的微妙。因为以色列在加沙走廊杀了太多的巴勒斯坦人，7万多人，有将近2万人是这个小孩子跟老弱妇孺，你怎么交代？2万人人命，以色列怎么解释？现在又在黎巴嫩还在打。又死了好多的平民，因为他不差异轰炸，没错，炸到了学校，也炸到了医院，你怎么去解释？那现在大家要不要挺以色列？那当然不挺以色列啊。那你现在美国在挺以色列，那我干嘛要去挺美国？是这个样啊。这个间接跟直接的这种因素啊是交错的。最重要的是以色列他犯了战争罪、种族屠杀罪、人类我们讲的违反人类罪是这个样。那现在我们看哈，就是这个伊朗的蚊子舰队，他考量到3个，伊朗马上做调。第一个，这个战损小，因为他这个所有的这些高速快艇呢，2个人到8个人不等。我损失只是2个人嘛，最多8个人，这看那个艇的大小，还有它的任务的性质，2个到8个人。但是如果但是我的宣传效果大，他哪怕是一个这个2个人，但是也是一个作战单位。为什么这个船在跑啊？美国那个驱逐舰队200多个人，那也是一个单位。是我这2个人呢，也是一个单位。我只有1%的美国军舰的人力，但是却是单位大家1比1，只是你大我小。但是这个宣传效果大，对伊朗来看，我当然用这个啊，对不对？这个第二个呢，它可以引蛇出洞。这个船跑出来的高速到40节，你要拦截还是不要拦截啊？当然要拦截啊。好，飞机或者船或者是这个美国的军舰，你就暴露高风险。你战机过来。有没有地对空飞弹打你？你军舰过来，我地对舰的飞弹，还有无人机对你威胁，你要不要？你都要去面对了，就是引蛇出洞。现在伊朗啊，2个人到8个人呢，会造成美军这方面劳师动众，大费周章啊，变成事倍功半，要不要？要不要做？所以美军考量要出动还是不要？要出动，不出动怎么可以？那我们算不算要去打通荷姆斯海峡？要，那你就要出动。那美军在这一方面都是大型的军舰，尤其它远渡重洋而来。第3个，这些小型的这些快艇啊，蚂蚁雄兵啊，都是采取打带跑，打了就跑掉了。打游击上面对，可以你不要看它那个小，它可以发射那个反舰飞弹呢，短程的，我就直接拿短程的反舰飞弹去打你，上面还有机关炮，是这样子。那你这种打带跑的形式造成袭扰战，对美军来讲是个消耗战。你要不消耗？要消耗啊！你打他，我顶多牺牲2个人，我就那个船就2个人。但是万一他这个小型的这个反舰飞弹打到美国，那不得了。他以小博大。对，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打带跑、以小博大的战术。所以蚂蚁雄兵现在这个伊朗在这边来用的话，是最好的不对称作战。而且我们知道它的完毕之后躲到那个海，我们叫的，所以那个山洞航道里面去了，没办法，你炸不到，躲进去了。为什么？它体积小，好进去啊，大船进不去啊。所以伊朗它是采取不对称战术，发挥了一定的效果。